Hello， 大家好，好久不见，你们过得怎么样？我知道很多朋友一直在催我做新的视频啊，但是因为真的工作太忙了，所以一直都没有时间跟大家聊天。那今天很难，好不容易有了一个比较空的晚上的时间，我想呢，我跟大家聊聊天吧，因为真的好久都不见你们了。那大家最近过得怎么样呢？可以在评论里面告诉我。我最近就是工作，虽然他们说双减政策以后，双减政策是中国的一个新的政策。去年的时候，政府出了一个叫双减政策的这样一个东西，它的意思就是说给小学生和中学生减轻一些负担，就是不想让学生学习太累了，不想让学生的压力太大了，所以就开始了双减。那双减呢，就会说有些学校呢，就是说英语就去掉了考试，对，就英语可能就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了，在我们的小学和中学里面。所以就是说，因为这个政策，很多外国人他可能就是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他们是英语老师，他们的工作是英语老师。那因为这个政策，很多英语老师呢，他就可能就是找不到工作了，所以他就回到自己的国家了。那很多的人就说，最近中国越来越多的外国人都回到自己国家了，所以就说觉得可能中文老师也没有那么多工作了。但是很奇怪的是，我发现我的工作是越来越多了，所以可能还是大家学习中文的热情还是越来越多吧。Anyway， 不管我们在哪个国家学习语言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对不对？ OK， 加油，别放弃。那今天呢大家都知道我喜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工作里面遇到的一些问题，还有我在工作里面看到的我的学生在学习中文的时候遇到的一些问题。所以今天我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多学生会遇到的问题，也就是说，为什么中级和高级的学生他们在跟中国人聊天，看中国的电影电视剧，还有听中国的新闻的时候都听不懂。对，今天我就是要聊你们听不懂的问题。为什么你们听不懂？很多学生他有这样的问题，有很多原因。最大的原因可能是他们就是对于中文还不够熟悉，可能他们的声调有问题，或者是他们知道的词语不多，语法也知道的不多，那他们可能听不懂。但是今天呢，我们不找学生的问题，学生你们自己有什么问题，你们自己知道。那今天我要告诉你们，你们听不懂的问题出现在别的地方。对，我的学生经常跟我说，老师，为什么我在上课的时候听你说中文我听得懂，但是我跟我的中国朋友，跟我的中国女朋友，跟我的中国的男朋友聊天的时候，我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那其实呢这个问题很常见，大家都知道在中国有很多方言，我们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方言，所以这些方言呢又有自己的口音，我们不是生下来就说普通话的，
我们都是生下来跟自己的父母、跟自己的家人说方言，然后到了小学才开始学习普通话。所以我们在说普通话的时候，很多中国人在说普通话的时候，他是有口音的。对，很多中国人你们可能不知道，他有很强烈的口音。就比如说我的老家，我是贵阳人，我是贵阳人，然后在我的老家那边呢，我们没有知、吃、诗这三个音，我们没有，所以我们所有的知、吃、诗，在我的老家我们都说滋、呲、丝。比如说吃饭，在我的老家我们说吃饭。然后比如说老师，在我的老家我们说老师，对吧？然后比如说公交车、汽车，我们说公交车、汽车、火车。哎呀，我在上海说太久的普通话了，说自己的方言突然有点不习惯。还有在很多城市我们也不分呢和了，比如说老师，在我家就会变成脑丝，我妈妈经常说脑丝，你的脑丝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当你在跟中国朋友聊天的时候，你听不懂，你可能要先要知道一下你的朋友在说普通话的时候，他有没有说自己的口音在里面。如果他说了自己的口音，那你听不懂，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大家不要紧张 OK。 有时候我也听不懂，我遇到口音比较重的老人跟我说话的时候，我也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所以很大部分原因不是你的问题，是我们的语言有口音 OK。 那好了，第二个问题，有的学生就说那好，我不跟中国的朋友聊天了，他们有口音的话，那我去看电视剧看电影总可以吧？电视剧和电影他们的普通话应该是最标准的了，对不对？但是他们又说，老师，为什么我看电视剧我还是听不懂？他们说的也太快了吧。 OK， 好的，那确实我承认电视剧和电影里面的普通话是很标准的，不可能找一个有口音的演员到电视剧里面去，对吧？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要知道啊，现在的中国的电视剧市场，电视剧那个怎么说呢？就是我们那些导演做电影的那些人，他们在选择演员的时候，他们会选择长得好看的，就是很多人会选择长得好看的明星。为什么？因为那些演员他们有很多 fans， 他们有很多粉丝，然后有很多人喜欢他们。但是这些演员呢，他们年纪很小，他们也没有很多的演电视剧、演电影的训练，然后他们在电视剧里面说话的时候会非常的放松，然后他们就不会把电视剧里面的句子说得很清楚，他们没有那个能力，他们不知道怎么在电视剧里面把中文说得很清楚。比如说现在是我放松的时候说的话，可能如果你们不认真听的话，你们可能听不懂我在说什么。但是如果是一个很好的演员，他会非常认真的让自己的每一个字都说得很清楚，让每一个看电影的人都听懂他在说什么。所以如果你听不懂一个电影、一个电视剧里面的人在说什么，很可能不是你的问题，很可能是那个演员的问题。有时候没有字幕的话，很多年轻的演员的电影我也听不懂，他们说话真的特别快，
然后他们的那个我们说台词的能力，这个叫台词能力，他们的台词能力也没有特别好，所以不只是你们，如果是中国人看那个电视剧没有字幕，我们也看不懂。要是晚上再不回来，就别进家门了啊！这就让我搬出去了。你怎么才带回来啊？我前几天把卫生院忘还了。我没做这么苦啊！根本一个渣男分手，再碰另一个渣男。带着这些垃圾滚远一点儿！我要再怎么缺钱，不会做出这种下贱的事情。这场没有你这么下贱。OK， 所以当你听不懂的时候，你不要害怕，你把那个字幕就是 cover 一下，然后你找一个中国人听，如果他可以听懂80%，那这个电视剧是你可以练习的。如果你找一个中国朋友听这个电视剧，他都听不懂，那我觉得你可以放弃这个电视剧了，去找一个说普通话说的特别好的电视剧或者电影吧。OK， 好，那这是第二个原因。好，第三个我想说的是，很多同学又说啦，好啊，那我不看电视剧，我也不跟中国人聊天，我去听中国的新闻。我觉得那些新闻里面的人说的普通话应该是最好最标准的普通话了吧。可是他们又遇到问题了，老师，为什么我听新闻我也听不懂？ OK， 那如果你了解中文这个语言呢，你会知道在中文我们有口语和书面语两个东西。口语就是我们每天跟别人聊天的时候用的语言，比如说我现在跟大家说话，那这个是口语。口语也是大家在书里面学到的中文，很多外国人他肯定是要先学口语的，对不对？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中国我们有很多书面语，也就是说我们写下来的语言，比较正式的报告、新闻、小说、文章，还有比较正式的，差不多就是这些吧。这些就是这些东西呢，他们会用书面语。书面语这些词语跟我们平时说话的词语是不一样的，这些词语更像一种文学性的语言，所以大家在学习中文的时候呢，基本上我们不会教你文学性的语言，因为这些语言只有在书面，只有在写东西、写正式的文件、报告、新闻、小说的时候才会用。那你在新闻里面听到的呢，也是这样的文学性的语言。所以很多同学他会用新闻去练习听力，就像中国人总是会去听 BBC 呀、VOA 呀，去听外国的新闻。当然我不知道外国的新闻他们用的语言跟我们平时说话的语言是不是一样的，但是在中文里面，新闻里面用的语言跟我们平时说话的语言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你听不懂新闻，那是正常的。就算是我爸妈，你给他们看一个政府的文件，他们可能都只能看懂50%。对，所以你听不懂新闻没有关系，不要紧张，正常的 OK。 好，那这是3个我想说的为什么你听不懂。第一个，可能你跟你聊天的中国人他是有口音的。第二个，就是你在选择看电视剧、电影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台词说得好的演员。当然在电视剧和电影里面呢，我也要说一点，在电视剧和电影里面其实它是口语和文学性语言 combine，
结合在一起的。就说你在电视剧里面可能会听到口语的东西，也可能会听到书面语的东西，文学性的语言的东西，所以电视剧其实我觉得还挺复杂的。就是你看电视剧的话，可能有一半你听得懂，有一半你听不懂，也没有关系。那关于新闻的话，我觉得新闻大家就是用来练习你的声调就可以了，你可以跟着那个播音员就是练习声调。但是如果你真的用新闻来练习听力的话，可能真的没有那么大的帮助，对，没有办法让你提高得很快。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学习语言的资料的可以帮助你学习的东西很多，但是你要根据你的需求来选择你要练习的东西。比如说你学习中文只是想要跟中国人聊聊天，只是想要来中国旅游，想要到中国来工作，那你可能就是更多的找一些中国人聊天，你也可以习惯一下不同地方的口音，那肯定是对你的语言肯定是对你的旅行是有帮助的。那如果你是想要到中国来留学，学习一个比如说硕士，学习一个博士，学习一个 PhD， 那我觉得大家可以看一看新闻的语言，还有报告，还有小说，因为你在写论文的时候肯定是会要用到这些词语的，所以不管你是听得懂还是听不懂都没有关系，就是你要根据自己的需要去选择练习的材料，去选择练习的 materials。 OK， 那这就是我今天想说的内容。你听不懂没有关系，今天你听了我的 video 以后呢，你就想想自己需要什么东西，学习中文需要什么，然后去专门的练习 repeat 就够了。好，那这就是我今天想说的。如果大家在学习中文的时候还有别的问题呢，也可以在评论里面写下来。如果我知道，那我也会做下一期的视频跟大家分享我的经验。那没有什么说的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啦，我们下期再见咯，拜拜。